断层当然有，那刚刚有地层的运动嘛。那断层里面最主要谈的这几个，来，这个叫正断层，这叫逆断层。所以我们用力学的简单来看这是拉力。正断层是两个板块互相拉开，正断层。逆断层呢，两个板块推挤碰撞。刚看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这样挤撞，碰撞的时候它就会一个上升，它叫上升嘛。那一个板块往下沉，那通常你不要用上升下降你说板块是压力承受压力推挤，通常逆断层会产生这一个。平移是这样，水平面上移动，还有一个叫角移，像肉啦一样，这样从上分开，水平向分开，角移断层那这是中央那个地调所它分的3大类那车龙埔断层就上次921地震、集集地震的震源。以前有双通断层、水长流断层，这都以前的名称，彰化断层，会造成地层上你看时间空间的不连续面，OK， 这是人家地质研究的结果那台湾的主要活动断层在这些地方，你有没有发觉比较没有断层的地方是哪里？那你会问说，老师，断层是不是会一定是这个地方就会发生地震？所有的新的断层不见得是以前就存在的，像车龙埔断层是这一次921地震发生以后才产生的车龙埔断层，所以断层带是代表曾经发生过地震，不代表以后这边会再发生地震或不会发生地震。没有断层的地方也不代表不会发生地震，所以这就要告诉你，就是说，只能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发生过地震的几率很高，你要在那边盖房要注意如果这边曾经有断层在这边经过。你还要在那边盖房子，要做很好的防范措施。工程只能这样回答，不能说会不会发生，不知道，只是它曾经错动过。这个部分跟各位大概讲一下。这是台湾经济部中央地调所了好，这个是池上断层，你光看这个涵管就知道了。你看这旁边是监测点C 跟 E，这就断层带通过。这很明显的断层通过这一个涵管，这样被剪掉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这边缝隙，所以这个断层通过的时候，实在是造成这样，这很明显你会看地看不出来，这个涵管被压成这样，很明显，很好的图片你知道地震的力量多大？这涵管你要把它掐成这样，你要多大的力量？好，那这就是海板块运动有没有？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，OK。好，台湾接触就这一带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一块海岸山脉这一块会造成这个挤压，所以花莲也涵盖在内，好，那地震怎么观测？我们怎么知道观测地震呢？